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呢，都是老生常谈，但是很多人却都不愿意去做的事情。那这个话题就是到底退休前有哪些一定要做好的准备。那事实上呢，退休真正的挑战它不只是在于有没有钱，而在于有没有准备好了生活的细节。我今天要跟你分享的5个退休前绝对要做的事情，如果提前做的话，你的退休生活会更轻松更有安全感。特别是最后一件事情，很多人都完全疏忽了，等到发现问题时呢，才发现的太迟。那我今天分享的都是真人真事真实的感受，那也是我自己呢已经开始做或者是实际在做的事情呢，所以请一定要耐心的把影片看到最后。我是 Jud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第一件事情就是整理房子，换小一点，住得更好。退休之后先影响到生活品质的就是居住环境。过去住了几十年的房子呢，可能就不再适合现在的生活方式了。你可以问自己3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这个房子是不是太大了？第二个就是维修保养的这个费用是不是太高了？那第3个呢，就是生活机能是否方便，有没有医院啊、超市啊、朋友住在附近呢？那对很多人来说呢，换小一点、换近一点呢，事实上呢比换新一点的更重要。小一点的房子呢，代表了维护的成本低，打扫轻松，而且呢，如果孩子呢都很少回家了，住在这大房子里面呢，其实也会感觉到特别的空洞和寂寞的。那过去10年呢，我搬了6次家，感触特别深了。我个人衷心的建议就是趁退休前呢还能搬得动的时候呢，赶紧把几十年用不到的东西处理掉，那把房子卖个好价钱，不要等到老的做不动了，然后最后你留下来的东西给孩子家人们造成了困扰，那他们还要想办法处理这些家具啊，或者是他们用不上的东西。其实我们如果能早点处理这些事情呢，也拥有了主动权，可以决定了把这些东西是送给朋友或者是捐赠出去，而且把家里整理得干净的，自己住起来也很清爽的，心情也好。那我100岁的大姨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哦。大姨呢30几年独居，之前呢就是不肯整理房子，前2年她摔跤了，生活没办法自理，表姐花了很长的时间呢去整理的这个房子，几十年用不上的东西呢就塞在房子里的各个角落。那我认识的一对夫妻呢，快要70岁的时候搬到一个大房子里头准备养老，结果呢先生突然过世了，那太太呢面对一个大房子，房子里面所有的维修还有家里的所有的账户平时都是先生在打理的，顿时就不知所措了。那有些人会选择把原来大房子卖掉，搬到生活成本低气候比较舒适的州，比如像 Florida、Arizona、Nevada 或者是 California。 那除了减少了开销之外呢，还能释放部分的资金投入到退休金的规划里面，这个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办法。我另外一个影片呢有讲退休之后呢要住在哪些州，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那第2件事情呢，就是整理所有的财务，了解自己的现金流。退休后呢，其实最大的恐惧之一呢，就是钱不够用，所以呢，要全面的盘点你的财务状况。那我建议说，可以列出所有的账户，比如说退休账户啦、银行账户啦、投资账户、保险保单等等。第2个呢，就是算清了每个月的固定开支，如果还有房贷的话，水电、医疗、保险等等的日常开支。那第3个呢，就是预估你的退休现金来源，比如说退休金、社安金、年金、股息、租金等等。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开始思考了，就是我的资金结构呢，在未来的30年甚至于40年、50年之内呢，是不是可以维持稳定？建议可以用一个 spreadsheet 呢，或者是一个 software 呢，或是以前用过的觉得适合的方法来做记录。那一方面是怕如果其中一位配偶先走了，留下来了呢，他可以有个很清楚的记录，知道家里的财务状况。那另一方面当然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了，这个记忆力开始减退了，所以呢有一个记录下来呢，也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家里所有的账户的情况。另一方面我也建议可以使用了3桶理财法。第一个就是短期的现金桶，1年到5年之内会用到的钱呢，一般来说呢是拿来支付了生活的费用、紧急费用。那这些钱呢，可以放在利息高的 money market、CD、公债或者是 fixed annuity 里面。而第2桶呢，就是中期的增长桶，那一般是5到10年呢会用到的钱，可以投资在比如说像 ETF 啦、Structured Notes 啦，或者是有股息的股票啦，或者是 REITs。 那 REITs 就是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 那这是一种呢让投资人呢可以拥有并且分享大型房地产收益的投资工具。 REITs 呢能投资在能产生稳定收入的不动产，比如说像办公大楼、购物中心、医疗设施、公寓社区等等。那美国政府规定呢， REITs 呢至少要把90%的应税收入呢分配给股东，
才能免企业所得税。所以呢 REITs 通常都会有高股息回报，当然啦，股息需要课税的。第三个呢，我会建议说把超过10年以上要用的钱呢放在长期增长和传承的传承筒里面。那我们可以把钱放在 Growth and Value Stock， PPLI 就是 Private Placement Life Insurance。 那简单来说呢， PPLI 呢它就像是一个有寿险保护的投资账户，那它可以让资产在保单里面呢延税的增值，免税的传承。主要的特色呢，第一个它有个税务的优势，那保单里面的投资收益呢是不用每年报税，一直到提领或者是身故的时候呢才考虑税务的问题，甚至于是可以完全的免税传承给后代的。第二个呢，就是它投资的灵活度，这样的一个产品呢，它可以投资在对冲基金、私募基金、结构性产品等等，这是一般保险保单无法接触的投资项目。第三个呢，就是它的保密与资产保护的功能。保单通常设置在信托的架构当中，能让这个资产呢产生得到隔离和保密的效果。那第三个呢，就是很好的传承规划的工具了。那被保人过世之后呢，受益人可以免增值税、免所得税，取得保险金，达到了资产传承跟节税的目的。但是适合的人群呢，就是一些高净值，通常在500万美元以上，希望在合法节税、资产保护、能传承之间呢取到平衡的高净值人士。那这个3桶的理财法呢，可以分开的管理的退休金，那让钱呢就安全，而且呢也可以持续的增长。那第三个呢，退休前必须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规划了医疗保险与长期护理。那退休其实最大的支出之一啊，就是医疗费用。所以在退休之前呢，你一定要检查3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 Medicare 医疗保险，了解了 A、B、C、D 的部分的保障范围。那第二个呢，就是要补充了这个医疗保险 Medigap 或 Advantage Plan 的补足自付额。那第三个呢，就是长期护理的规划了，可以考虑长期护理保险，或者是有 long-term care 的这个寿险。如果年纪比较大或身体不好的朋友们，也可以考虑了有长期护理双倍收入的年金来代替。有些人呢会选择 hybrid policy， 那这种是一种混合型的保单。那如果没有用到了长期护理的话，那保险金的部分呢会作为死亡理赔。那根据了 seniorliving.org 这个网站的显示啊，如果是单人房的 nursing home 呢，全国的平均价位呢大概每天是360块钱，每年呢就大概是13万1美金。双人房的费用会稍微便宜一点，每天呢是314块美金，一年下来呢也要11万4千块钱。那这是2025年全美呢平均每年的 nursing home 的这个费用。我之前有个影片呢有聊过10个适合退休的州，比如说像 California、Arizona、Pennsylvania、内华达州或者是 Delaware， 这些州的 nursing home 呢费用呢从8万5呢到16万不等了。其实医疗与护理的规划呢，不只是保障自己呢，也是减轻家人的负担。这边有个小插曲哦，就是我曾经在老人院里面做了志工，那看到了我父亲年轻时候的一个老战友，他们当时呢都是2战时候的年轻的情报员。那最后呢，这位波波呢，他又流落到了住在政府补助的老人院里头，那里的设备呢真的是很差的，一个护士呢要照顾了几十位生活无法自理的老人了。老人想上厕所的话呢，等到护士有空才能帮得上忙，有的时候一等呢都是1-2个小时的。所以在那个地方呢，我看到老人晚景凄凉的情况，所以不得不感叹，在年轻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医疗和长期护理的安排。万一以后退休老到不能动了，或者是呢生病了的话呢，至少还可以请人照顾，而且居住环境呢也会好一点，生活的也有尊严一些。那第4件事情呢，就是重新要设计你的退休生活蓝图。很多朋友退休之后发现，这个时间很多哦。那退休其实不是停止啊，它只是开始你的人生下半场。其实我们在退休之前呢，就为自己的生活规定的新目标，很多年轻时候想做的事情呢，可以在这个时候完成。比如说想做下义工、去旅游，还是说陪孙子呢？那想维持哪些社交圈？有没有考虑建立新的兴趣，培养新的技能？那心理上的这个准备呢，跟财务上的准备是一样的。如果呢你对未来的生活呢有规划，那你的退休呢就会更快乐，而且会更健康的。我见过了很多呢规划完善的退休族呢，他们每天都有不同的计划，比如说星期1去健身，星期2参加读书会，星期3去做志工活动，每天都过得非常精彩的愉快。当然如果退休的时候呢，家里的老人还在的话呢，我会比较辛苦的，可能要拨出一些时间陪伴甚至于照顾老人。那最后一件退休之前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安排信托与受益人和立遗嘱。
其实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但很多人其实一拖再拖，重要的事情说3遍哈，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其实我常常觉得呢，没有做遗嘱的人呢，他其实不是没有财产，而是把问题留给了家人了。立遗嘱呢，不是富人的专利，而是每个人的责任。遗嘱呢，能够让你的资产呢有明确的继承人，避免家人之间的争执。另外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遗产里头其实是可以指定了谁能带领你做医疗的决定和保健的治疗，在关键的时刻呢，可以请你相信的人帮你做医疗决定。那同时呢，你也可以考虑设立一个 living trust， 就是生前信托。那这个呢，能帮你避免到遗产进入了遗嘱认证的程序，让资产呢转移快速，能保持的隐秘性。那这里呢，要特别提醒大家的一点，如果光只是有一个遗嘱 will 而没有生前信托 living trust 的话，是不能避免财产认证，就是这个 probate 的过程。那 probate 到底是什么呢？ probate 呢，其实就是遗嘱认证或者是遗产认证，是指出一个人在过世之后呢，法院呢，他确认了遗嘱是否有效，并且授权执行遗嘱，分配了遗产的法律程序。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呢，法院介入，那确定谁该继承什么，怎么分。那如果有遗嘱的情况下呢，法院呢会检查遗嘱是否有效，然后再从遗嘱中指定的执行人负责了清偿的债务和分配遗产。那如果是没有遗嘱的情况下呢，法院会依照了州法律指定的管理人，并且按照了州法规定的继承顺序分配了遗产。这边要注意了，这个是法律规定的继承顺序，而不是当事人的意愿。那为什么很多人他要避免了 probate 呢？因为这个程序呢，第一个呢就是非常的耗时，从几个月到几年都有可能的。第二个呢就是成本高，律师费、法院费动辄几万块钱。第三个呢，这是一个公开的法律程序，也就是说完全没有办法保密的。所以很多人会用 living trust， 就是我刚刚说的生前信托呢，来避免这个 probate， 让资产很快更隐秘的传给家人。那遗嘱和信托呢，其实就是退休前最重要的风险控制工具。很多朋友都会有误区，认为设立信托和遗嘱费用很高。其实这个部分呢，大部分的家庭呢，可以用少于$2000之内的费用呢，把人生中最重要的传承事项给处理好。有兴趣的朋友呢，欢迎在影片下方点击连结预约。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要记得检查所有账户受益人的资料是否更新，包括了人寿保险啊、退休账户和投资账户等等。那银行的账户呢，别忘了要加一个 POD， 就是 Payable on Death。那这个呢，就是说在 account owner 他过世之后呢，可以有指定人他可以处理了账户，或者是说提领了账户的余额。那这跟所谓的 Power of Attorney POA 是不一样的，因为 Power of Attorney 呢，它只能让指定的执行人在 account owner 在世的时候呢，代为处理账户。还有呢，就是在投资账户的部分呢，要加一个 TOD， 就是 Transfer on Death。那这个是指说呢，有一位或者是多位的受益人，当 account owner 过世的时候呢，这个资金可以转移给他们，不需要遗产认证 probate， 也不需要透过法院呢指定的执行人。那很多人离婚了之后呢，他忘了更改这些受益人，结果资产的流向呢完全不如预期，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那最后呢，我总结一下退休前要做的5件事情啊。第一个，整理房子，那换成更合适的房子居住，那趁这个机会正好断舍离。那第二个呢，就是整理了财务，那确保现金流稳定，把家里所有的账户呢重新的整理。第三个呢，是了解并准备了医疗和长期护理保险费用。第四个呢，就是规划自己退休生活的蓝图，掌控自己的人生下半场。第5个也是最重要的，要立遗嘱与信托，安排好传承，人生不要有遗憾，不要把问题呢留给家人。那退休呢，其实是新生活的开始，提早了做准备的话呢，那你就可以更安心的过好每一天，真正做到了高枕无忧。谢谢你今天的观看，请点赞、收藏、留言和转发，我们下个影片见。